管去哪里我都不怕，就离开这里，浪迹天涯，人间蒸发吧。华健是赤子，非常阳光的、欢乐的，我都很讶异。原来华健在年轻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时间玩乐。当大家在那边，很多年轻人在那边出去看电影、去玩的时候，他就不停骑个摩托车到处去赶场，在赚钱。有很多人如果这样子的话，很可能会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很委屈。可是对华健哥来讲，他一点都不觉得，他开心的不得了。他用他自己的方式，他寻找到他的那份快乐，他还把这份快乐带给了大家。从小听他唱歌，青春就是有周华健的陪伴。来，周华健，哎，请问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个公园来？这跟你的青春有什么关系吗？那我12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到台湾来玩。我哥哥在台湾读书，毕业了以后他决定要结婚，那要结婚啊，大事啊，然后我母亲就买了机票。来的时候呢，为了省钱，我父母亲就住好一点的。可是呢，我跟我妹妹呢，就在我哥哥他租的一个房间里面打地铺。后来轮到我自己来读书，然后就很好奇问在哪里，在哪，想不起来在哪里。你就不记得那个招待所在哪里？对，我觉得始终是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20几年前，我说存钱的第一个方法买个房子。我那个时候来到这里，我就看到这个公园。那个小孩刚好也出生，这里有房子卖，我就买了。后来就有一次，只有我跟我哥哥2个人在台北，晚饭后没事，2兄弟，我说我们就探险一下好不好？我们来一个 memory hunt，我们去寻找记忆，以前的有什么记忆？车子就乱开到他大概记得一个什么地方，我记得什么地方，找不到，已经不见了，整个都变化太大了。终于说我们走回来这个公园坐一下吧，2兄弟。从巷口一走进来，我发现不对劲，很多回忆进来了。你讲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哥哥也是，不对啊，有几个巷子是对的哦。然后他不可能那么巧吧？不可能那么巧吧？一路走进来，后来我们几个的很重要的论据，然后决定，这个公园就是当初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来台湾打地铺的那一个招待所。就是这个公园，我现在不知道哪个角落。哪个角落是你躺的地方？你很可能躺在那里。哇！我们2个毛骨悚然。然后我说毛骨悚然太恶心了，这个应该是自己鸡皮疙瘩，对，太兴奋了。我说应该是什么热泪盈眶啊。然后你买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就是那么神奇，这已经是天注定。然后呢，以前看这个公园，我只是单纯说小朋友可以出来跑一跑这样子，给他累了回去睡个觉也很好。现在我看这个公园又不一样了。对。太棒了，谢谢你带我这边来，然后你还要带我到别的你青春的时期里。好，那走，好，赶快走。哇，你可能睡在这里。地方变了，但是周华健没有变。大学同学都来了，所以他们会讲一点你年轻的事情，让你笑。讲太多了啦，他只要叫我在隔壁就行了。好 ，OK。你在写什么？我在写，等一下要自我介绍，我想说我先写一下。今天来这边是有什么任务？报一些华健以前一些糗事，尽力回忆一下我们40年前的话。你看得见吗？看得见。你隐形眼镜到底是多少度啊？也没有。你是什么？是老花。老花是不是？所以我就戴啊。也因为这次演唱会，所以我才特意去弄一个说那个叫什么，也不算硬性。Hello， 大家好。今天有4位，这个到现在还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是的，都有联络的。为什么你们可以保持这么久的友谊呢？说不上来，最主要还是当初其实也没有说要挑哪一个是自己的好朋友、好同学。我没有想到后来有一个是当的那个是眼科的，然后我现在老花什么都找他，有一个后来当了整形外科。我没想到后来找他拉皮啊，我当初真的没想过的，当然也没有拉了，我还留着。好，留着以后的机会好，让他们讲一讲你好不好？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不然的话以后你朋友都没得做了。好。其实华健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可是他特别有女人缘，有女人缘是吧？他特别有女人。你眼科的。你会不会很羡慕他？哦，没有，他也不赖。我是华健的数学系的同学啊，他那时候会骑着他一部很破的这个摩托车到处赶场，为了1个小时只有200块的演唱费，是。但后来去听了以后，他其实1个小时都有半个小时在调音。真的，哎，你还记得？看一首歌大概3分多钟，1个小时，一共有12个5分钟。我规定自己只数学还不错。我规定我自己只唱12首歌，我觉得我超过12首歌都是赔的。然后呢，在民歌餐厅一直有一把很破的烂吉他，这把吉他每唱一首歌，它就音就跑掉，所以顺理成章就用那个调音调到5分钟。华健，我们俩坐下来听啊，这患难中的朋友讲。是，你不要太激动。OK。患难中朋友。他对待人处事方面比人家早熟，很贴心。然后现在呢，比别人年轻。真的是。这怎么还呢？你认为你自己的青春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3岁的时候，我哥哥带了一把吉他，从台湾读书这里，他带了暑假回香港的时候带了把吉他，玩一玩就学一学这样子，哇，就每一天无日无夜的。就开始妈妈就骂了。啊，你读书有1半的用功就好了，这是肯定的了。那个时候根本也不会想说，原来我爱唱歌爱到什么地步。我记得轮到我自己到来台湾读书的时候，其实我吉他都没有带来。我真的你是认真来念书的。来念书的。然后过了第1年、第2年以后，国语也进步了，有交到朋友了，然后整个生活就已经。沉淀下来了，然后父母亲来台湾看我的时候，就把我的吉他带来。我吉他打开，我拿起来，我就从那个晚上一路弹到几乎天亮。看到一个牌子，音乐与人，黑胶咖啡，黑胶唱片。对，我们这一行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来，请进。寻宝的日子到了。黑胶唱片。哦，我的天，我的啊！有！哇，学生之音！我的天，他们怎么会找到这种？为什么会有张艾嘉的名字？天哪！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美国回来，英文还可以了，然后就帮他们听歌词，然后所有的歌词就印在后面，对，就印在后面，印在后面。然后我就进入了我们这个做 DJ 的工作。你知道吗？我哥哥暑假就买了一堆这样的唱片，带回香港给我，然后呢，学很多英文。就是从这里。当时我听最多的那一张，因为它一个系列嘛，就是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搞不好是翻的。那个还是电影主题曲。电影主题曲 ，Yeah Right。然后当时那个学英文就学着跟着唱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我们年轻时候的梦啊，你看，哇，还有这个了，这种就是经典的了。哇 ，Beatles， 这种经典的了。听说 Beatles 是你的最爱。是我的最爱，其实现在都还是，现在都还是我的教科书。是不是也因为 Beatles 你才开始真正觉得说唱歌可以变成你的一生的一个梦想？最主要是 Beatles 给我的感觉是，并不是说有一首歌我唱了我就红，我就跑去唱，去做那首歌的过程里面是很快乐的。华健是台大校园里面的一个风云人物哈，我们我们中午下课的时候经过那个普通教室，都看到很多同学在围观华健在唱西洋歌曲。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唱歌呢？我有逗过他，他真的，一听他唱歌就知道他是个很棒的医师。华健，你很坏哦。那你给我几秒钟就好了。张姐是很早就找我去参加电影的工作。我是专程来谢谢你帮我把外婆葬了。你变了，你好像从来没有谢过我。我演过戏以后，我就知道
我是一个很棒的歌手。你听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中文歌什么歌？李健富，《龙的传人》吗？来找到喽，这是我们的中文黑胶。耶，谢谢。老板，你需要做这种事情吗？哎，有没有做华健？没，等一下，我先讲完这个。录音室就是录这张。对，第一个。哦，我的天哪！那我的就算了，我这个是复刻版。哦 ，OK， 是后者再出的。对，后来再出的。哦，我都不晓得有这张唱片呢。原来只出 CD。你知道吗？我这张唱片是滚石唱片的00几啊？哦，003应该是003。第三集。那个时候还没有排到位置。对，001是潘越云跟吴楚楚的。啊，对。第二张是那个陶大伟跟孙悦。呀。嘎嘎乌拉拉。其实原来。各位观众，刘德华。终于找到你的了。哎呦。呀。你看还有签名哎。是。龙的传人。这个我待会把它偷走好了。对，这就是你第一次听到的。对，我在应该是这样说吧。早期的时候我们都听英文歌，对，直到有一批台湾的校园民歌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龙的传人》应该就是其中一首。是。然后发现哇，整个录音都很达到水准，然后歌词曲都很美，然后唱歌的能力也很高。是。然后当时就学他的声音，就学了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一条江啊。那个时候就学他。咬字非常清楚。是。那就后来来读书，李健富刚刚有告别演唱会，我说哇，已经告别了。对。怎么那么快就告别了？对，哇，我人都来了台湾了，然后可以终于看到他一次演出了这样的。然后当时呢就要去买票，我穿了一个蓝色的衬衫，浅蓝色的牛仔裤，然后咖啡色的鞋子，然后骑着一台摩托车，骑车就去工学社去买票。就看有一个人穿着蓝色的衬衫，浅蓝色的牛仔裤，咖啡色的鞋子，我就刚好在后面，大概互相看到撞衫。回头一看，他的摩托车在我旁边，他那个摩托车这颜色也跟我一样。演唱会开始了，我就拿着票进去，他坐我隔壁。第一件事情先检查他的衣服，哎，幸好今天不一样。哎，我觉得你们俩应该交个朋友。对，应该结拜兄弟啊，真的。真的。应该结拜。对啊。为了李健富。对啊。后来就去找他的唱片，然后那个同学还跟我讲说，哦，唱片封套是在那个淡江大学拍的，然后我后来去淡江大学也没找到这种。可是我的确跟那个同学去了玩了整个下午，他就看到有个红色的门，他就在这里拍的，我就过去拍2张照片这样的，我就满头都疑问这样子。那你有没有找到这个柱子呢？也没有啊。你没有找到这个？没有找到柱子，什么都没有，就一个红色的墙。好，你今天带我到那么多地方，我今天我要带你去个地方。嘿 ，Let's go。OK。我们又有一个新的地方，以后可以来的了。是的。好。老板，谢谢啊！谢谢，拜拜。好，走喽。哎，华健哥，这里有一个你的超级粉丝，他也是个艺术家。你好。不敢当，幸亏。你好。呀，我有准备你的礼物，那我把你跟他们做一个，就是你们合照4+1。你终于跟他们一起了，对。你在台湾住了这么多年，你有来过这里吗？没有来过，听说过。这个是孔庙，然后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门？哦。你记得李健富那个样子吗？对，他穿一个唐装啊。我们有没有唐装呢？真的假的？好，最重要是照这一张，这张是在我看啊是，应该是这个。这个对，这个。可是你要站在下面。哦 ，OK。他的眼神是这样子的，再看。我很认真的。我找人来教你那个眼神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教一下？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李健富？你是真的吗？教
照相。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不行，找到这个不容易。现在，你知道吗？你圆了他的梦。谢谢。我刚碰到华健的时候，他当新联的助理呀。他坐那个椅子啊，就是我们小学那个课桌椅，那就剩这么大，是，然后一个人坐1/3板凳这样坐。没有，我知道你来了，没有，我知道你来，你不在的时候我都随便。我真的回想一下，我觉得我们的青春时期是非常的快乐，并不一定说是有多少的钱，或者是多少的，是不停的在创作一些很有趣的事，很单纯，对，纯粹的那个东西。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给了我们很多这样子的空间。是的，机会还是比现在大很多。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而是他们的环境变复杂了。对，选择太多了，媒体太广泛。呀，我们那个时候说要千里马找到我，然后现在后来说啊，我很高兴，现在有个平台，我写的歌摆上去就好了。自然有人认识。当那个摆上去有200万首的时候，对，你还是要等个千里马。这边。我很年轻，我可以跳。我以为迁就你，我再跑那边去。我们这个念诵会呢，其实是给年轻朋友的，所以当我们发出就说周华健的念诵会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了很多很多的文本进来，而且有很多都是你的粉丝哦。OK， 我们请黄上扬。好汉不提当年勇，那必须接受今年丑。这个照片不要怀疑，就是我，这是我青春最全盛时期的照片。全盛时期啊！帅哦。我要开始。我不是厌世少年，我也不想当一个普通的少年。我想过好每一天，尽管口袋月底只剩下100块钱。但我为90后的青春正式感到抱歉。抱歉，在这个年代，我们不浪漫。我发现焦虑夺走人们的笑点，不乐见你的脸上失去笑脸。在18年的春天，我出了一场意外。一切都发生太快，还来不及反应过来。车祸夺走一条人命，而我活下来还算幸运。我开始努力把握当下，打破框架，把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场演唱。梦想在30岁以前成为一个制作人，改变这个年代厌世的氛围。我要把梦想做到极致，让人们笑着离开我的告别式。我还想大声说，更告诉自己，这已经是第999次想放弃，但也已经代表998次我都选择了继续。我想为自己大声拍手，因为我不是厌世少年。我是黄上扬，虽然跟你认识只有3分熟，但希望这是你快乐的3分钟。谢谢。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车祸？我那天就是在国道上面就被后方撞上来了，来车追撞。对，然后是很严重，是我看到这，我剩下手上这些都还是很多的伤，对，蛮严重。然后那时候就是副驾的学长就走了，哇哦！然后我算比较幸运，就是有救回来。哇！你觉得那次车祸对你的影响很大，是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不能在这个状态下，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人给我鼓励的话，加油啊，社群媒体等等，我其实都不是很想回，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在这个当下，我会走不出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有趣的来改变这个氛围。想法很好，对啊，这个想法非常好。是啊，你曾经经历过很穷，对不对？其实现在也是。怎么还不瘦下来的那么穷？你最穷是多穷？可能5号领钱，然后这个月底剩100。没有交朋友嘛，我都跟他们借，都借过啊，要还就是了。
我那时候有经历过，曾经身上只有20块钱，20块钱我是要坐公共汽车回去呢，还是去买个面包？真的，我真的经历过。哇，是啊，可是我后来我还是决定买个面包吧，还是装在这里比较实际。我买很多面包。好，谢谢。好，谢谢。好。在我2年级的时候，看到班上同学在玩溜溜球，我觉得很好玩。一回家就叫我爸爸帮我买了1颗溜溜球，这1颗溜溜球是金黄色的。那个时候我只会溜上溜下，不是很厉害。但是我爸爸说，没有关系，好好努力，你一定会变成高手的。我一直记得我爸爸跟我讲了这句话。从第1颗溜球开始，我就不曾放弃过，每天做一样的事情，往成为一个高手迈进。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且坚持下去，是一件很幸运，而且也很幸福的事情。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小小溜球可以带着我去大世界去挑战。爸，我想告诉你，谢谢你送给我人生的第1颗溜溜球，谢谢你即使爱说不出口，仍默默的选择支持我。但愿我努力的一切，都能够成为你这一生的骄傲。儿子，元清。元清，我们都很想知道啊。你爸爸当初真的没有对你说选择这样子一个职业做溜溜球职业，有任何的抱怨或者说怀疑？的确，我爸爸在我念书的那段时间是希望说，哦，你要考虑清楚哦，这是一个很难走的路，你确定你要走这条路吗？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这件事情，但直到有一次我在台北灯会我表演溜溜球完之后，有一个医生跑来跟我说。谢谢你没有成为医生，让我看到了这么棒的表演。对，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也可以成为在街道上面的医生。我觉得医生可以治疗我们身体，但是表演者可以治愈观众们的心，所以我很感谢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很感谢华健哥，就是你的歌声真的陪伴我度过我的青春岁月。谢谢。在我那个还年少轻华的时候，那时候我买一个专辑叫做《一起吃苦的幸福》。OK，虽然这个专辑也许不能说是华健哥的代表作，可是我现在其实我当爸爸了。啊，对，他已经是爸爸了。其实，在跟着我太太，然后一路到生小孩，到了爸爸这个路程，就像这张专辑一样，从一起吃苦的幸福，一直到现在幸福到想哭。绿草苍苍，弥漫传说泥土的芬芳。幸福。你结婚多少年？30几了。30几年，对。而且我们那个年代来讲，我们都算早婚的。对。我26岁到24岁。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你觉得你那个时候你的经济状态还没有到很稳定的时候，你就这么大胆的说，那我们就组织一个家庭。是他养我，我一点都不骄傲啊，我一点都不骄傲。我的薪水刚好够付房租，可是其他吃了什么就老婆的薪水啊。幸好没有很久啊，这个大概5、6个月也蛮久了，5、6个月后我就有广告的收入。应该是这样说了。其实我原来只唱民歌餐厅的时候，我收入很高的。我收入很高的。后来当了助理，我助理是6000块。结果一当了助理，我真的太爱在录音室里面工作的那个了。我就把那个就开始吃掉以后就真的没了，就6000块。你那个时候也算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我想你们大家是不是都有些事情想问华健，是不是？
我想问华健哥，直接去唱片行当助理，在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感到焦虑？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就是前阵子正在投履历找工作，就是正在这个人生的交叉路口。对对对。后悔。你才刚刚开始，怎么会到交叉路口？你还远得很呢。OK， 你才刚刚起步往前走。这个好，这个好。我自己都问自己这个问题。那。重点了，如果我当初进了唱片公司以后，我自己没有心理准备要去拆解到底唱片是怎么做的这个心理准备，我就不可能会得到那些乐趣，我就不可能会增加我更多的信心。因为我一去到录音室，万千个按钮在那边，我看到那个录音师怎么在操作它，我问他这个是负责什么，这个干嘛的，我慢慢学会更多。我以前听唱片只是从我的角度听唱片，我现在是从唱片里面的角度，我要调什么声音让你听，哇，另外一个世界。我喜欢的那样东西，我要知道它的 ABCDE 是什么呢？你还记得你写的第一首歌吗？哎呀，哎呀，不要哎呀，应该是眼眶之中吧。是呀，当初的那首歌。对，我真的很想听华健，不要用唱，用念眼眶之中，这因为一定他写的词嘛，是那个词一定是对他来讲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词嘛。你愿意念吗？我没关系啊。不是啊，这种那种年轻人的那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哎，你那个时候就是年轻人呢。我知道。你念嘛？我以为要背呀。你会背吗？原来准备不行。好。让我再次看你一眼，让我来到你身边，让我问进你心里，让我触动你的真挚情感和伤痛。就让我们轻轻回想许多过去的时光，让长久孤单的心灵不再受伤失望，能看见更远的地方。Oh my god！ 完全不让我知道。我们让宏安把这首歌念给你听。好，OK。我眼眶之中，那泪水是滋润心灵的甘露，不愿结束，今世无尽。我眼眶之中，那泪水将洗去所有的痛楚。我看着看着，让我看着，你是否知道我为谁而哭？就让我们轻轻回想许多过去的时光，让长久孤单的心灵不再受伤、失望，能看见更远的地方。宏安，你好，你有没有问过你爸爸，当时为什么会写这个歌词？原来他也以前蛮文青的，蛮文青的啊。其实我发觉很多男生写歌啊，是一种魅力，这是一个把妹的一个很好的。你看哇，我已经看到 David 他们都在点头，会写词，会写歌，会音乐，是不是比较容易把妹呢？我是去学煮饭。哦，其实以前我们是女生要会煮饭才能够留得住一个男人，所以一个男生会煮饭才会留下一个好印象啊！哇！你原来煮饭是为了这个？我以为你准备要照顾我。喜欢听爸爸的歌吗？开始就没有感觉。就是爸爸是一个在家里喜欢鬼叫的人。OK。小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嘛？跟他讲 Hello。你想要唱那个《忍者龟》吗？哎呀，好烦哦，那个。
我小孩周厚安嘛，他大概3、4岁吧，在公园玩，有人就问他。小朋友，你是谁家的小孩啊？然后我们的厚安就很可爱的回答，他说我爸爸叫我不要告诉人家他是周华健。今天我的宝贝来。哎呦，那个太请上。简单的。上。哎呦。轻轻地我的宝贝，轻轻地我的宝贝。他准备要出生之前，我的歌写好了，歌词还没填完。他出生后的第1天，我抱着看着他，就莫名其妙那个歌词都写完了。我觉得哇，这个事情太好了，亲亲我的宝贝，我就写完了，很高兴，因为我希望我父亲能够为我写一首歌。可是我父亲不会音乐，他今天轮到我现在当父亲了吗？我就写一首歌。我其实很喜欢那个《明天我要嫁给你》。哎，对，真是你写的啊？是啊，是。还什么意思？而且很多人都搞错了，就是对，都搞错了。因为我当初听到这首歌，我也是喜欢的不得了，你知道？然后说啊，周华健写，我想说，真的是你写的吗？可是真的是，你为什么你是第一次用，把自己放在一个女人的一个呀？因为在我那个年代里面，轮到我真的吉他拿起来有写一首歌的时候，这首歌做完出来以后，他像了谁？我不要像谁。可是我没有办法，我那个年代里面都是大师啊，李宗盛、罗大佑，然后你把那个词堆完了、弄完了，唱出来以后，就是很像李宗盛的歌。你把那个词的风花雪月摆一摆，就是很像罗大佑的歌。那我怎么办呢？我没有出路啊。我没有说，后来我一对比的时候，发现，啊，我的声音是一个有可能可以发挥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唱的比较高音一点点，娇一点点。如果我现在写一首歌是完全不是周华健的，它是一个女生的一个独白，那我就绝对不会是李宗盛，我就绝对不会是罗大佑。于是就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能不能够用完全不是我的角度，我一唱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子的心情，而并不是我娘娘腔。那我想问你是你先唱还是王菲先唱？我先唱，你听我说哈，好可怜哦。我先自己的歌都不能认。我先唱完以后，这个歌叫王菲在唱。哦 ，OK， 是这样子。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很特别了，应该说。对。后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题外话啊。作为我们艺人的第2代啊，是不是都有某一种的包袱？有，真的有啊。我觉得真的有。不知道，因为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很不愿意我出现。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是不是？一模一样，就很奇怪，就说我觉得我有那么见不得人吗？你知道？真的。那当然，你说15、16岁学校里那个是很正常的，你知道？这个我可以 understand， 就是妈妈进来就尤其儿子，你知道？那可是等他再大，他在做事的时候，他就是很不愿意，他从来都不告诉人家他是我的儿子。知道？他很排斥这个事情。可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压力，而且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呢？就是一个陌生人。觉得他了解你一点东西，那个距离突然不见了，可是这个距离不是你自己赚取，不是你自己赚到的，不是你自己的互动，不是你因为你的个性，因为你的故事，因为你的经验而达成的一个友谊，是因为上面或后面的人，你认识谁，而不见得是你知道什么。是。可是这个就是一出生就有的。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你们自己给自己的包袱，你们可能人家认为说，哦，因为你是周华健的儿子，所以其实并不一定有。没错。Right？ 就算你是谁的儿子，谁，It's OK， 你知道，对不对？大家都有爸爸，对，大家都爸爸妈妈，对不对？告诉我们一下，你心目中的这个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个爸爸？我觉得他是一个，一看之下，你可能会知道他的个性。可是，当你去熟悉他，去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层次跟内涵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会想东西，可是他呈现都是已经完全处理好。他会呈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数学答案，可是他不会给你看他的笔记。OK， 所以是个非常不好的数学学生。生你者是我，知我者是你。哇！
知道你有一封信写给爸爸的，是不是？对呀，对。念给爸爸听好吧？你是不知道。好 ，OK。没有，你没有。OK。你不会有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是，对。搞得很紧张了。你不要紧张，是我爱写给你的。啊，是啊。你不要掉眼泪就是了。啊，不。我达到你的期望了吗？是不会成立的。我其实觉得他们一开始的那些段落，我觉得你会猜到，一个30岁的爸爸，那个年轻表演者，然后跟他爸爸的姓，然后之后有的没的。参加完这个节目以后，还让你觉得你爸爸其实蛮笨的。我就没有，真的一点都没想到。这证明了一件事情，你很相信别人，你很天真。哎呦，真的没有什么，就完全想不到。你一出来是真的吓我一跳，而且最好笑是，你后面接上来的时候，我没认出你的声音。你对我那个声音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个年轻人，然后他们在干嘛？就突然有一个傻傻在那边把后面接上来，然后那个惊喜是够的。其实好事，对节目来讲是好事。对一个爸爸的角度来讲，稍微蛮大的。你还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时间来到了70年代中，70年代中正值是我的高中。当时我们家隔壁住了一个常常考第1名的书呆，于是，在理所当然的状态下，他家里就会有一个很爱现的母亲，常常用那种串门子啊、打酱油的那种方式，以这个为名，到处下访。实际上，他是在宣传他家里的那个天才小孩的傲人成绩。香港那么大，华富村有那么多户人家，密密麻麻的，为什么他要住我隔壁呢？他曾经在我家里客厅发表过这样的伪论：我家那个傻小孩啊，选那个志愿呢，填错了，在第1志愿上面他填了一所名校，现在考上了，你说怎么办？坐在没多远的我，听到了，真是，我恨你全家。谁不想成绩好、扬名声、
显父母。父母期许小孩成绩优异，望子成龙，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当我力有不逮，人自然就会倍感内疚，倍感不孝。我的高中年代都是在郁郁寡欢、胆战心惊中度过的，既没有成就感，更没有任何精神寄托，剩下的只有内疚感。谢谢。华健，我爱你，你是永远的少年。他们都带了一些东西给你。好。哇哦。这个是一个医生袍 ，OK。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医护大楼，没有这一件是进不去的，所以就只有冒充医生跟我们进去的。对，管理员看到非医生不能进去，我们是歌星有。到他家去，那个衣柜打开，那个橄榄球的那个队服，你知道他是什么？他是配角，他是负责捡球的。我觉得华健虽然是配角，他没有想到以后会当主角，可是当他当了主角之后，他会顾及所有的配角。谢谢，这一点就是我最谢谢。下一壶。在一个很炎热的夏天，5条人突然爆红，临时改歌、夹脚拖鞋、郭富县城、农村拓哉。可是我就有一种直觉，他们身上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海风，所以我约了任科和阿茂在海风相见。早上9点的飞机延误到下午2点，接着改成3点、4点20，最后6点起飞了。到达深圳已经9点，拿行李的时候，突然间说任科也刚刚到机场，而且就在我不远处。是什么？他车在哪儿呢？711，那不是711吗？看到没有，穿黄色衣服的那个。你听他们写下的歌词，几乎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我想带你到外面逛逛，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你可别嫌弃这辆车太过旧、太过破。虽然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确实让生活更加美丽。
对对对。但因为箱子有点小，放不了多少，送给张姐妈。先放这儿吧。好。这是一个老车站吧？这应该是一个，是不是应该荒废的车站啊？ Nice to meet you。哇，你好吗？好啊，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哦，你这造型现在是，你知道什么？我想起，最佳拍档。你是说我演那个差婆 ？Yes。呀，对你那差婆。OK。很凶的那个。没有啊，我现在这样很凶吗？不，还好，现在还好，因为你哇，你戴两副墨镜啊。 对，因为我想说你们两个一定是会戴那个很黑的墨镜。对，其实我给你准备了一副。真的吗？对，好啊。那我拿给你看一下吗？可以啊，可以啊。好，走。我们就在这里吗？这个就是你们对当年离开海丰的车站吗？是吗？经常从这里走。经常从这里走。对。可是现在已经荒废掉了。有一个新车站，更大一点的车站，这个太小了。你现在要看一下货吗？ 对。Okay, let's see what's in here. 张姐，可以。要不要试一下？很像杀手带里。是。还行哦。可以，酷。可是你这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对吧？什么？没有老花。哦，明白了。那还是带回你这个，我连什么都看不了。哦，你是加了这个，明白了。我应该再过20年，跟你一起戴这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的意思说他还很，好吧，不说了。那这是什么东西？哇哦，哦，原来你画画啊？画画，对，我画的是那个一个关于一个叫风马酒吧的故事。对。 就讲一个人，他去找他朋友，觉得无聊，然后这是火车，这是火车。你知道吗？这个火车给我的感觉像什么？像我们以前的影片。啊，对。哦，对对对。像不像我们的胶片？胶片，对。像一个个故事，然后一个个走。他其实我当时画的是一组那个。哎呀，我很喜欢。无字漫画。哎，哇哦。因为我从小画画，我画画很好的，后来就在海丰读那个工艺美术。对。 我喜欢你的画。来，这个其实 ，Oh my God。OK， 这个是。你能看到多少？它有多少唱片？啊，各种音乐品种都有。啊，你看 Bob Dylan 这种大牌的都有啦 ，The Doors， 世界音乐也有，自由爵士音乐也有，实验音乐也有。你们这个东西都非常的冷门的。你都听得懂他的歌词吗？其实我基本上听不懂。当初最吸引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主要是音乐，因为它是直接进入你的耳朵的。music，音乐嘛，直接进入的。说到语言的话，像这种拉加斯坦，你根本就听不懂，所以它是最直接的。是，我觉得你们有时候听到的音乐比我们大城市很多的孩子、年轻人听到音乐还多。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香姐，特别喜欢听的你唱那首《春话》。冬天一去，冬天一去。哇，那个太久以前了吧？对啊，啊，你真的忘了？我真的忘了。完蛋了！我跟你讲，不，完蛋了，生意做不成了。这个。接下来我要带你去体验一下海丰的奇特的交通工具。来，喂，好。 OK， 我们在后面啊，这车啊，叫我一个人坐这里啊？对。哦，它这个可以啊。哦呀。以前我们是这样的。对。啊，人可以过来啊。对呀。你付费还是我付费？这个至少要15块钱哦。好贵哦。好贵。走。弟弟呀。这个车叫 Nexi， 不是 Dex。 Nexi。哦，为什么叫 Nexi 呢 ？Nex 其实它是个动词，就是以前是人力的，所以叫 neck。哦 neck，Nexi 就是踩的意思。张姐那个亭子啊，以前呢
你是只能看着。为什么呢？因为它那叫湖中心的，叫湖心亭啊。哦，只能划船过去。只能划船过去。大家都要这样站这边看。啊，对，我记得当时，一个学期5块钱。50块钱，现在给这个亭子的。这个亭有我份。我有我们的贡献了。带的那个小游，你们都不去了，都走了。但晚上还挺好看的。对，再跟你说一下这个位置吧，就这个，榕树下追女孩子，搭讪就是成功了。不是搭讪话，但是没追上。你那个时候追女孩子应该很容易啊。不行，很容易啊。跟她讲话的时候，心都这样，砰的。哎呀，实不相瞒，我跟你说，曾经在这条路上，我也是追一个女孩子，带我踩单车，我那就好不容易，大家停在那里，我赶紧拿个纸条给她，那个纸条也没有写我名字，也没有写什么，写了我的心里话。你太厉害了，我服你。什么都没写。厉害，难怪你追不上了。我服你。我觉得青春像是一颗原子弹爆发，冲击波，然后带过的所有的影响，就波及到你一生当中的每一天。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电影院门口来的。哦，你以前常在这儿啊？高中在这读，以前还在这儿看过不少电影，就这些都是一些老县城里面的小巷子啊那种啊哈。是你们比较熟悉的地方啊，小巷子。还可以，就是说你到怎么转你都可以，都可以转回去。喝杯咖啡咯。哇，这是朋友开的咖啡店吗？对。哦 ，OK。来，走啊，进来。慢啲回 ，hello， long time no see。我们那个朋友，区美人，国兴啊，你好，这是我们的咖啡厅。久仰。咖啡馆就是我的家，我把家里的书啊、产品啊，我全部摆在那里。放在咖啡馆里面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张图画都是有故事的。就是我看你们的访问、听你的歌啊，你们所有的养分很多都是来自于海丰。你出去之后，你会想在海丰这里待的时候，当时有距离感啊，有距离感之后，你会有好多东西可以写。是，像比如说你们写阿珍爱上阿强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写的特别快。当然很快，因为歌词也很少。对，而且很简单。不是哦，张姐啊，有时候歌词短的其实更难写，很难写，有时候。就是你对那个东西是，你觉得就这几句就够了啊，对不对？对。然后你再要去加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都是很多余的。对，你可以加啦。其实我们那刚过来嘛，其实忘了一个地方，其实应该带你去转一下。就以前我们跟任科当时认识啊，就是在那个音乐会认识的。对，就是你。哦，对哦，那音乐会那当时应该有什么照片吧？你有照片吗？有。等一下，我问一下。郭先生，也相片有吧？20有吧？用20嘅記錄吧，你睇講睇下。哇，他有哎。国兴对伍佰元先生，他就保留了以前很多东西是。以前我们那在音乐会里面的一些照片，可能我都没看。伍佰先生。我来啊。对。我来看一下。我要靠这个，看16岁的我。哇塞，这个当时我也很年轻啊。阿茂很帅的。你看一下。这是谁呢？哇！你那个时候好像是那个。婴儿肥啊，他还当时发育未成熟的。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同一个 band 吗？不是同一个乐队，对不对？不是，这也是我们。到后来我反而去找任科借了把吉他。哇哦！哇！那这是我，你看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这个造型。海丰县图书馆。Welcome to my our stage. The stage. Yes, stage. 你们当年最光辉的这个就在这里吗？对，这就舞台，然后观众就是一群剧观众全部在这里。我觉得当时流动很多人来去，估计有1万人来在场。真的？我觉得6万差不多。不售票的，就过年。
刚刚在门外啊，他们两个就在一直跟我吹牛，他们2004年曾经有一场很精彩的演唱会。这可是海丰县城建成2000年来的第一场原创音乐会，原创的演唱会，摇滚。2004年，离开现在也10几年了，这个是他们的场嘛啊。首先，请你们两个先介绍一下你们两个二位。那你先来了。这是一种复口本，是我们第一张唱片的唱片设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吧，里面有很多惊喜。但这张唱片已经绝版了，我根据里面的内容来做自我介绍。好，来，姓名任科，别名任科托拉夫斯基，特长很多，不连嗜好基本上没有。自我检讨，绝不检讨。挺酷的。很好，轮到你，整个舞台交给你，我在那里看着你。我，姓名胡茂涛，别名茂里。与乐队的关系啊，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干过的职业是看过店，走过鬼，文化程度。我为什么要填秘密？我在想这个时候，我明明就是高中毕业啊。我在我乐队当时我们的乐队里面的学历是最高的，我记得。我现在改过来哈，是高中。婚姻状况，我差一点点就结了，我那时候结。然后带你去吃点好吃的。张姐啊，你坐这边吧，好不好？我坐这边吧。哇，还有扇子。哎呦！哇，你觉得海丰县城如何啊？我觉得好像来度假的感觉。哦，对，我终于把墨镜摘下来了。阿茂摘下了眼镜，然后跟我说了很多他青春的故事。10年水流东，10年水流西，流完几年行不行？其实我初中成绩还不错的，是。然后后来慢慢的接触了，其实是最早还是接触摇滚乐的时候，是一下子就迷上了，就打开了，爱到不行的那种，就导致于后来我高考是彻底就是一塌糊涂的，我也不想复读，就最想的还是去广州，就听到更多的音乐。我也是从台湾。然后台湾就有机会到了香港去念书，然后我就去了美国。OK。那个时候我爱穿迷你裙，然后我头发都留得跟我裙子一样长，然后我妈妈就很不喜欢，然后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很自立、很独立，所以我13岁就开始出来做事。你太酷了，13岁就开始赚钱。对啊。你像我，你这说起来有点惭愧。考高中的时候，还有我爸，花好几千块钱去。花几千块，所以我其实跟你一对比，我觉得是很惭愧的。可是你要知道，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独立啊。对，但是这真的，我觉得我自身来说的话，我还是觉得，我是从小就是什么顽皮，打闹打斗，就是真的就是野孩子那种的，导致于我的一个缺失就是。没看那么多书，因为人科很明显，他就喜欢阅读的。你用电影来补啊，你用旅行来补啊。我知道你的意思，确实是有，肯定有，包括生活也有，就是你生活教育你吧，是吧？比如你在摆地摊那几年，他确实也学到东西。介绍一下，邵伟亮仔，小黄。不要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谁没为梦想疯狂过？青春就像一位梦想家，梦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虽然疯狂，但就是这样，不要在乎烦恼。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活法。为梦想付出的代价都是疯狂的，宁弃白虚功，莫欺少年穷。宁弃白虚功，莫欺少年穷。
这边纠正一个错误啊，我是海风靓仔，不是上文靓仔。太酷了，太酷了！我觉得啊，你啊技术比我厉害多了，很好很好，真的很棒。时代变了，还有时代变了是吧？当然是没办法跟您直言比较。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技术你确实，我是说你的技术确实比我好。因为现在嘛，我们家庭条件也好了。假如说呢，我现在想听平克·弗洛伊德的歌，我一查就有了，就不像之前那样，我要去买一张碟片，甚至可能整个海陆丰也没有这张碟片，是感觉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些时代上的区别，人们可能就更加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东西。你13岁，这是你什么时候写的这首歌？我写的时候呢，是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在家里面闲着也没事，我就翻了一下我之前的一本日记，记录了我当时5年级的那个夏天，感觉这段回忆是很值得我去怀念的，于是我就开始写歌。张姐，我发现一个问题很重要啊。他讲话什么的都比我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会讲得多了，他好厉害啊！他很清楚说，其实他很珍惜你们的青春，他觉得你们那个时候比较辛苦。那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海丰，然后去寻找。你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向往说，哎呀，我想去哪里？我想去哪里去？听更多不同的东西，或者是看不同的东西呢？如果去大城市发展一下，见识更多那些知识啊、音乐啊更强的人，我认为是对我们学习音乐有很大帮助的。接下来，虽然他们一直表示念回自己年轻时候写的东西，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你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并不只是那个文字，是那个事情跟那个人跟那个时候那一刹那的一个画面，那曾经发生过，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是最美的。如果它是个包袱的话，让它是一个美丽的包袱。我现在不会起鸡皮疙瘩了。对，来，就是你了。OK， 好，开始啊！昨晚被雷声吓一跳，天好久没有这样大发脾气了，也许是为了笑我吧，还是点，反正我不怕，我也不必怕。中午和阿叶去吃了一个午饭，然后就挥别了我父母，就坐上了往广州的快车。从第一次到广州，我就喜欢上它。广州是我向往，也是我的理想。哎呦，起鸡皮疙瘩！那时候，我这一次去，一定要好好去自学，好好的把握这一次机会。我不会让广州来支配我，而我会去更好的去配合你广州，就那种感觉啊，抗命那种。我操！雄心万丈。对，我不行，张姐，我得戴一下墨镜了，有点尴尬，有点太尴尬了这个。不会，你的父母知道你要离开吗？他中了。那家里有没有塞钱给你说？我记得是有给了200块钱。我那个同学还借了一点钱给我，也没钱了，当时就你当然你就不管了，你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啊，应该要走出去，你去见识。还有一点特别吸引我的就是音乐，你要听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是处于一种很饥渴，你想去了解更多的东西。那你父母那个时候对你做音乐有没有任何的？他父母肯定啊，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当饭吃啊什么的，你还是最好去找份工作的那种。他们现在怎么看你们现在的成绩？就说到这个，我爸自豪得很，我妈妈也是肯定了，这不用说了。而且我发现我爸有可爱的一点，就应该是我们真的就是火了之后，
亲戚的小孩就看到我爸说，哎呀那个索亚，哇现在那个很红啊，很火啊，哎呦，他那时候得意的不，他很谦虚，其实内心得意，就是那个表面上很谦虚，哎呀没有啦，还好啦。我说你那个时候应该就表现出来。 对他很厉害，就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那对不？我说你不要那个稍稍买啊。是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凡尔赛宫啊？啊，凡尔赛宫，对呀，就叫凡尔赛，对，叫凡尔赛是吧？我放一下这个吧。是。OK， 酷，这个酷。 Oh my god！ 这当时是我哥当时从广州，他买了一饼这个磁带嘛，就带回来。 我一听，哇塞！他当时他接受不了，我印象很深的。那我说你给我吧。我一听我特别喜欢的，我是喜欢到不行的那种。就这个声音是新鲜的，就这个声音你一听，而且你看唱腔这么唱歌的那个时候。 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阿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样子？是阿珍在这里，阿珍，哦，真是阿珍带过来的。对。但这个阿珍是个男的。你看阿珍，这阿珍是个男的。那阿强，原来是跟局对。这个真是个男的，也是个男的。 都有可能啊 ，everything is possible。OK。这个真呢，我也是久仰大名啊，第一次见面今天。之前是他曾经替我们去那个成都迷笛领了一个奖，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阿珍居然是个男的。你好好解释一下今天，来 ，please， 来欢迎阿珍。大家好，我叫曾强胜，是一名来自武汉的小店店主。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来海丰？肯定是因为五条人。现在是正月初7上午11点，我打算马上骑车去海丰的，计划是正月15到。路途漫长且艰辛，让我们路上见。 我第一次知道你们是因为我的合伙人，你们来武汉的每一场演出，他基本上都会去看。我喜欢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歌曲，它能让我一下子联想到自己的家乡。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状态非常不好，但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至少在听到你们歌曲那一刻，我是开心的。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记者采访，问你们这些年做音乐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你们说没什么坚持，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因为今年实体店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我热爱我的事业，并且坚信我们能熬过这个寒冬。已经是凌晨4点了，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去店里了。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精神抖擞。 我觉得青春就是敢爱敢做，青春无悔。嗨，你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阿郎的故事里的周润发。对，我应该载你去逛逛哈。你要载我去逛逛。对。你昨天陪妈妈去买眼镜。对，买眼镜，我给她配了个眼镜。是啊。她配一个可以看近视眼跟老花的一起。一体的，对。这是你常来的地方吗？因为我家就在这边。就在这个附近吗？对。哦。走路到镇上好像也就10分钟。哦。对。
你还记得这条街吗？记得。那街上还是很熟。你觉得这里的人他们会记得你吗？我记得。小时候很小就走了。很小就走了。小时候我就从这里去上小学，这条路。小时候感觉走好久。来了，到了。到了。可以，都。阿爸，我胖谁？这我大伯。大伯好。哇，很错。很棒哎。哦，这是许家梅，然后林家人画竹，啊，许家梅林家竹，有这样的说法。啊，我小时候也学画这个。好安静。好安静，很舒服。哇，这个就是旧的，还留下来的旧的啊。这个也很酷啊。很酷，很酷。我从风马村回来，整个人感觉被人打了一拳。野草已经长到1人高，鲜花已筑成塔。当时我的家乡有街道、商场、学校、政府、医院、烈士陵园、溜冰场、酒吧、人，各式各样的工厂，一条母亲河，几座山，一片海，1-2家电影院，一个车站，几个好朋友，点。当然喽，还有初恋。后来，我终于寻到了一条出路，编了几个借口，让家人放心，自己心慌慌地离开了县城。离别时很遗憾没有用到家乡的车站，因为我是在路边拦的车，一辆长途汽车，名字叫红尘快车，售票的是同学的哥哥，他免费带我走。当然了，初恋也一直没有出现。你知道我第一次出去，身上带100多块钱，而且你知道我那100多块钱哪里来的？把我油画颜料卖给另外一个画油画的人，然后就走了。走了。你走的时候，爸妈知道吗？知道。也没有说给你点。最酷的是说，我临走的时候，他给我拿了一袋香蕉。后来我到了广州，我才知道粤语，呀，鸡巴雷，就叫你吃自己，叫你要靠自己的意思。我恍然大悟，对吧？酷吧？我记得以前刚离开，就我17岁离开家里去广州，一开始比如1周给他打个电话，就我跟我爸聊得很少，我跟我妈聊天聊很多。然后有没有讲你小时候的事情？或者也有。可那些事情你都记得吗？记不清楚。但因为我妈是那个裁缝啊，她会做衣服，我记得她给自己做了一件红色的那个，我就注意到街上的男人会偶尔看一看她，因为她年轻的长得很漂亮，就是别人说她长得像王祖贤。哦，对。那你应该是像妈妈比较多喽。没有，爸长得很帅。很帅啊！对，哇哦 ，OK。爸长得很帅。其实我很想听你跟我讲，你觉得你将来的老婆是什么样子？你觉得？Yes，
没有，我的好奇并不在什么哦，就是因为大家都会来访问你们，谈你们怎么写歌，怎么广州怎么打拼啊，这些东西都听了很多。可是你们不可能就只是这些嘛，对不对？所以我才问你说，你将来你想象中你的家庭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或者你看看你父母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不要结婚，或者是maybe。以前我是不怎么想聊这个问题的，就是我的观察，就是我发现，比如从我父母，我觉得也并不，这个婚姻生活也并不好，观察身边的，好像也没啥好的。我不是说所有啊，我是说大部分人都在这个环境下泡着，这样想想觉得没什么意思吧。但是呢，我现在不是这么想。我现在觉得，有那个萧伯纳好像说过一句话，就是想结婚的就去结婚吧，想单身的保持单身，反正到最后你们都会后悔。我从风马村回来，整个人感觉被人打了一拳。感觉像被人打了一拳。接下来呢，我要隆重请出一个，因为这个人其实我很感兴趣，罗福星。OK。我的青春文本是不同时期的一个照片，